别跑！别跑！明明，别跑！明明，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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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野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，居然敢取本公主的血！是大的本公，放开本公！思明，你别给我掩饰了。私家把你从山下接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你救明月的命。大三夫，包养公主。大夏已经亡了600年了。什么？我大夏危在旦夕，赵阳，你需以身兼躯，以史记旗，以振我大夏3军士气。公主，穆太傅，你。我被父皇推下城墙后，来到了600年后。太傅，救救本宫！余烈真是病得不轻。对不起啊，三叔，我这就把这个疯女人给拉开。走。你说过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下本宫不管的。滚开！我不认识你。孙明瑞呀，孙明瑞，你求谁不好，非要求我三叔。我三叔可是江城出了名的冷饭人话，我爸叫他也得斗3斗。臣愿一生效忠公主，誓死相随。说好的誓死相随，太傅，你怎么能忘了和本宫的约定？去哪儿？慕长言。三叔，你不要伤我三叔！你这个狗！臣护驾来迟，请公主降罪。我三叔的脑子被撞坏了，还让我三叔挂老客。三爷，你怎么了？太医在哪？快叫太医！你拿着冰袋给自己敷脚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怎能让她自己动手？我还有其他事要忙，那你来给她敷脚。公主，得罪了。三爷，这是咋回事？万年铁树就应开花了。斯明丽小姐与庭上少爷，小姐会再生。明月，既然明明他不愿给我输血，就别逼他了。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。明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司明丽给你输血。谢谢你，天生哥哥。可是你也明明有婚约，我不想破坏你们2个的感情。请问哪位是司小姐？不是。穆三爷在精彩轩订了一碗红糖大枣桂圆粥，让我送过来给司小姐喝。没想到穆三爷这么关心我，真是厉害。我都以为他是个不好亲近的人。这碗粥不会是莫三爷定于名义的吧？山猪吃不了细糠，司明丽一个村姑，怎么配是精彩轩5星级大厨亲手熬粥啊？明月，这碗粥给你吃吧。我订的红糖大枣桂圆粥送到了。穆三叔，谢谢你，你送我的粥很好喝。你帮我给公主煮粥。公主？三叔，司明丽皮糙肉厚的，她哪里需要补血？明月身体不好，这碗粥应该她喝才是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碗粥是三叔买给明丽的。向来不近人情的穆三爷，怎么会对司明丽这么好？明丽，这碗粥我还没喝完，你拿去喝吧。拿去，一滴血都不给明月，还白吃金彩轩的粥。三叔，三叔，三叔！订100碗红糖大枣桂圆粥给穆庭生以及4位死囚。你们什么时候把粥喝完，什么时候离开医院。是。公主，臣抱您回病房。我不想待在医院。公主，得罪了。这个土包子村姑，想什么命我要！明丽刚从乡下回来，可能不知道三叔就有未婚妻了。分少爷，金彩轩先送20份粥过来了。20碗粥，我和明月喝不完啊！
真没想到，我跟太傅竟然穿越到了600年后。我是殉国后穿越来的。太傅呢？神不见。公主请放心，只要臣的魂魄在这世上1天，臣定维护公主周全。这里就是本宫的家啦。司府还没有臣的墓，公主乃金枝玉叶，臣定会置办一套属于公主的府邸。本宫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哪有这个？你还敢回来？穆三爷，你大胆皇仆，敢袭击公主！他是我爸。公主的父亲乃是大唐皇帝，他只能做公主的父亲。什么呀？穆三爷，你来是聊庭生跟明丽的婚事吗？穆庭生不配做公主的父亲。这都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把你府上的佣人都喊出来吧。佣人？穆三爷今天好像不大对劲呢。这是名声，做饭特别的好吃。还这王叔开车特别的稳，稳如老狗。王叔可有近身啊？王叔可是阉人。穆三爷，你瞧不起谁呀？我跟我老婆每个月都有夫妻生活呢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阉人，那臣将为公主。我有宫女就够了，不用阉人。不行，按照公主的制度，至少需要12名公主伺候公主。我哪有钱给你发俸禄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臣的钱就是公主的钱。你的钱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现实的穆三爷一笔给攒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臣明了，臣定会努力让公主过上与宫中无异的生活。大胆皇叔，刚才为何要袭击公主？我老婆吴之妻刚告知于吾，明丽不给如之妹妹输血。放肆！以后不能让公主给任何人输血。公主，臣先告退。明丽，这三爷吃错什么药了？怎么对你这么好？因为我是他的公主。三爷，我敬你一杯。吾辈今日身体不佳，不宜饮酒。你这保温杯里装的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枸杞泡菊花。没想到三爷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注意养生啊！这枸杞很有讲究的，该不会那方面有什么问题吧？你不是说这里是江城最赚钱的地方吗？我来此地该如何赚钱？三爷，您正在和几位老板谈上百亿的大单子呢，这还不赚钱？穆家的钱并非属于我一个人。要论最赚钱的，那要数陪酒的男公关了。一个顶级头牌的男公关，一个晚上能赚上千万的。上千万？你说的男公关具体是干什么的？三爷，那就是男公关正在陪着富婆喝酒呢，摸摸小手啊，摸摸屁股什么的。富婆啊，就会把钱往他们口袋里大把大把的塞。这和花街里的娼妓有什么区别？三爷，娼妓是卖身的，夜色会所的男公关靠的是才华和颜值。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？但为了公主，我愿意设身处地。好久不见，王老板，这个呀是我大女儿明丽，快坐下。爸，他是谁啊？他呀就是黄老板，你不是想挣钱吗？听他安排，你就有钱赚。来，快坐下。你女儿多大了？刚满20。刚刚啊，我给她从乡下带回来，还是个小公主。来，喝酒。本宫从未喝过酒。你喝一杯酒，我给你一碟。来。好。来，再喝，再来一杯，喝，最后一杯，喝完这一杯，这100万都归你。太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公主，你怎么懂？我问我那便宜老爸什么地方赚钱最容易，他带我来这儿了。黄老板说喝下这杯酒就给我100万。
20杯酒，全体公主。好酒量，好酒量！100万。你谁呀？我凭什么给你100？这样。哎，怎么？美丽，好了，带咱爷下去休息啊！快！哎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司国忠，你什么意思？来，哼，作！我们家大女儿名利缺钱，而你呢能给钱，但是穆三爷，难道是？对，穆氏集团掌舵人穆长言。太傅，你怎么了，太傅？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我怎么能对太傅做这么失礼的事情啊？怎么又是你？是要对我下药？你不是太傅，在江城，还没有人敢惹我穆长言，我让你付出代价。居然敢轻薄本宫！昨晚的太傅也太吓人了，趁着他没醒，我还是先跑为妙。这厚实的裹胸这么难穿，到底怎么穿呀？我和谁有肌肤之亲？啊？你是？名利，天雷碰地火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女儿？你爸爸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！穆三爷那么宠，我只是想做成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有什么错？再说，穆庭深压根瞧不上你，是爸爸把你从农村里带过来的，你是不是得想想为我们苏家做出点贡献啊？哟，明丽来了。明丽，恭喜你爬上穆三爷的床。昨天在医院里我就看出来了，三爷他对你与众不同。三爷要是不打算娶你，你就使出浑身解数笼住三爷的心。尔等平民，休想掌控本宫！没想到几个公主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要是这死丫头联合穆三爷对付我们，那可就不好办。妈，你别忘了，三爷他有未婚妻，只要我们说司明义是自己爬上三爷的床，就会有人先我们一步对付他。这明月在外面要是受欺负，是不是就得回来求我们？要记着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公主，太傅，你别过来！公主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本宫的太傅回来了。离开司家后，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应该去哪。司家那些人又欺负你了？何止是司家欺负我，连你都欺负我！公主，阿言，阿言，你问我这个女人是谁呀？这是我的公主。公主？什么公主？从来没见过阿言这样把一个女人抱在怀里。星月，心疼姐姐，我姐姐她不知怎么的就扑得上穆三爷了。你是来向我炫耀的？我是好心来给心疼姐姐通风报信的呀。昨晚司明丽她和三爷睡了。糖糖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佩姨。阿言刚刚抱回来的女孩是司家大小姐，也是司明丽的姐姐。司家大小姐，她不是和庭深有婚约吗？是呀。我去看看阿言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四小姐发烧到39度，我已经给她打过退烧针了。只是我刚才给苏小姐检查身体的时候，还发现了一件事。公主她怎么了？是哪个登徒浪子把她？臣罪该万死，没能保护好公主姐。三爷，比起四小姐，
我觉得你的这个状态是正在患个精神科。下去。去查一下昨天晚上公主对接触了什么人。公主，三爷，你说的是司明丽小姐吗？放肆！公主的名讳只是你能处。属下知错了，属下这就去调查。等找到那个登徒浪子，我才无马奔驰。医生，公主，没人会杀你，臣会保护你。公主别害怕，臣会保护你。为什么每一位父亲都对本宫如此狠？对你狠心的人都不配做你父亲。太傅可以做本宫的父亲吗？公主，这与你不合。本宫8岁就拜太傅为师，本宫是太傅自幼看着长大的，为何不能做本宫的父亲？施家老爷对我也不好，本宫从未感受过父亲。公主，别哭了，你到什么程度意思？太傅可曾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？臣不记得，臣昨晚。公主，你可知道昨天晚上田跟哪位女子？本宫不知。如果有一天太傅做了禽兽不如的事，你该如何处置？臣定不会做禽兽不如之事。如果你就是做了禽兽不如的事，还是对我，臣当以死谢罪。昨晚的事，我还是烂在肚子里吧。既然你离开了私家，那就先住臣这里。臣会尽快挣钱，为公主置办一套公主服。三爷，昨天传的 DNA 检测结果印出来了，公。什么 DNA？ 臣在找昨晚与臣有过肌肤之亲女子，在这个时代，只要有对方的血液就能查对方。那找到了吗？抱歉，三爷 ，DNA 检测结果虽然出来了，但我们在江城数据库里还没有匹配到对方的身份。继续去找。是。也就是说，阿衍还不知道昨晚和他发生关系的人是司明丽。这样，我不吃药。这是西药，医生跟我说这不管。跟药有关的我都不吃。这不是药，这是糖。你拿本宫当3岁小儿吗？臣不敢。阿衍，你为什么跪在地上啊？我在劝公主吃药。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公主是君，我是臣，母亲请勿对公主。什么公主啊？你为了这个女人而抛弃新堂，新堂可是你的未婚妻呀。新堂确实是我这副身体的未婚妻，但那晚我和一名女子有过夫妻之事，我定会找到她，对她负责。穆长言，你到底脚踏了几条船？你向来洁身自好，30好几了，你身边连个雌性生物都没有，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八爪鱼了？你别再怪阿衍了。你看看，新堂到现在还都这么关心你。司小姐，我希望我们能解除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新堂啊，常言已经有了这个女人了，他还愿意这个女人负责任，我们穆家呀，就只能对不住你了。佩仪，其实我很高兴常衍是个负责任的人。那晚在洲际酒店和我过夜的人就是常衍。你胡说什么？司小姐为何觉得我在胡说？你说呀，说你才是昨晚和阿衍睡在一起的女人。机会给到你面前了，你却不敢承认，那就别怪我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给抢走了。那晚真的是阿衍，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酒店大堂的监控。你为何不辞而别？那天早上公司有事，我急匆匆的走了。两家长辈早就给我们定下了婚约，和你在酒店过个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？阿衍啊，你和新堂情投意合，你又有意要娶她，我看呐，你们两个就尽快把婚礼办了吧。你们先出去，公主殿下累了，先休息。佩仪，我们先出去吧。这位司小姐对阿衍而言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人。再怎么重要，她也没有你重要啊。阿衍来日方长嘛。你真的要娶苏小姐？我会让人对司小姐进行 DNA 检测，臣的私事就不劳公主了。太傅的家也不是本宫能久留的地方，本宫还是赶紧恢复体力，离开这里吧。
哎，医生说药不能直接吃，配水。那你干嘛不早说？我知道。从小到大，还是太子对本宫最好。哎，玲玲，你叫她做什么？这位是这个是私家大小姐，也就是田生的未婚妻。我听说啊，私家大小姐面上归私女，说父母被私家养在乡下20年。哎，玲玲，来尝尝巧克力吧。这个呀，可是刚从比利时进口的顶级巧克力。巧克力是什么？真是个土包子，连巧克力都不知道。巧克力啊，是一种甜食。你也没吃过的话，我来教你吃吧。先把巧克力放在口中，你要含着它45秒钟，感受口腔的温度，再用舌尖轻嚼，感受顶级巧克力的丝滑，最后再嚼它几下，品尝到浓厚的酒香味。可是你的牙都黑了呀，甜食吃起来好像不太雅观的。哎，玲玲，要不喝茶吧？上次的茶切好了。这喝茶总不会不雅吧？这种几10万的茶给不懂茶的人喝，真是糟蹋啊！这个呀，可是峨眉山上的雪顶寒翠。制作这款茶的工艺一度失传，直到30年前才有老工匠按照古书炼茶成功。金堂博学多才。这个峨眉寒翠呀，一克的价格至少要500万，像佩仪给我们喝的这款，至少上千万吧。哎，玲玲，你怎么不喝啊？这茶沏的不好，水温过烫，茶香味全失，浸泡的时间也太久了，茶色变硬。真正的雪顶寒翠不是这个味。我一直喝的都是这个味儿。雪顶寒翠还能有什么味道？要不让玲玲也给我们沏一壶吧，让我们尝尝真正的雪顶寒翠是什么味的。让本宫给你们沏尝。乡下来的土包还自称公主。玲玲要是不想跟我们沏茶，那就算了吧。四小姐刚刚那番言论，不会是小天的？难道给我这个老太婆沏茶还难为你了？行了行了，本公主就勉为其难。让你们尝一尝真正的雪顶寒翠是什么味道。有如要天青瓷吗？雪顶寒翠应该配天青瓷。天青瓷？我家去年花了3亿才买了一套天青瓷，聊的古董是用来泡茶的吗？玲玲，你知道天青瓷在世间尚存几件吗？没人会用天青瓷来泡茶的。我们家就有一套天青瓷，价值20亿。不过我不会拿天青瓷来给你泡茶的。天青瓷在后世这么珍贵吗？可就算再怎么昂贵，太傅都会将这世间绝无仅有的珍宝进献到我朝阳殿来。行吧，那本公主就为你们沏上。佩仪呀，你也舍得1克1000万的雪顶寒翠，就让她给糟蹋了。司命丽从小生活在乡下，她懂得什么呀？更何况以私家的资产，私家根本就买不起的雪顶寒翠。我看司命丽她呀，喝的根本就是假的雪顶寒翠。就让她班门弄斧吧，一种茶叶怎么可能沏出2种味道嘛？不过这个土丫头泡茶的模样还挺赏心悦目的。玲玲，你是不是跟着电视学个日本茶道啊？日本？你是说扶桑国？你不会连日本这个国家都不知道吧？不愧是穷乡僻壤出来的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司小姐，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南夷之地的茶道有什么可学的？真正的茶道发源地是中国。放眼整个华夏，古茶道早就失传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会了。我受用的就是你口中的古茶道。司小姐常年生活在乡下，怎么就会早就失传的古茶道？这真正的古茶道，我们谁都没见过。司明丽说她自己会，那就当她会吧。这个土包子就会打肿脸充胖子。好香的味道啊！香味是从茶地传出来的，雪顶寒翠的香气怎么变得浓郁了？老夫人，尝尝雪顶寒翠真正味道。难道这些年来喝的都是泡坏的雪顶寒翠？这杯茶的色泽
和刚才真的不一样。此茶只应天上有，原来一杯茶能这么好喝。你也真厉害，你之前肯定做过茶艺师吧？我听说茶行里那些年最貌美的茶艺师，1两能卖出几10万的价格，靠的可不只是手上那点功夫。母亲，您怎么让公主给您沏茶？回来了，阿言。三爷刚才喊谁公主？他们没尝过雪地寒碎真正的味道，我就给他们沏出来。四小姐会点沏茶的伎俩，可不要太骄傲哦。母亲，刚才公主所用的技法，在当今被称为古茶道，不是儿童能会的雕虫小技。没想到四大千金这么厉害。母亲，公主沏茶，你怎么不用家中的天青瓷茶具？你发什么疯啊？怎么可能用20亿的绝世珍宝用来当茶具呢？公主配得上20亿的绝世珍宝。四小姐跟三爷的称呼这么奇怪。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庆最近流行的角色扮演。我先走了，佩仪。四小姐，请留步。我让人从基因库中对别人 DNA 数据，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却是那晚的女子。阿姨，那天你还未清醒，我悄无声息地离开酒店，就是不想让你太有负担。虽然我们一直有婚约，但是你一直对我很冷淡。你放心，既然我们有过继父之情，我会对你负责。母亲，您通知下父亲，准备一下我所有的物质。哎呦，恭喜呀！你这手的云开见月明了。太傅终会娶妻生子，可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，本宫却没法为他高兴。公主，我带你去陪你。佩仪，是不是我多心了？我看见阿言和牛力这么好，心里有些难受。心疼，今天晚上你就留在穆家过夜，等你有了孩子，你就可以彻底收拢阿言的心。公主请。公主最近离开了私家，臣不太放心。臣最近赚点银两，把自己重新布置了一番。太傅是要把这里借给我住？哦不，王妻上已经写了公主的名讳。王妻也太贵重了吧！我给你租金吧。啊？好。哦，对了，臣还给公主订购了一张拔步床。一张拔步床能把整个客厅都给占满，我觉得后设的席梦思小床也挺舒服的。公主请放心，臣一定会在1年之内为公主置办一套占地100亩的公主。如今的世界已经没有大夏，没有皇室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你以后不用再叫我公主。不行，公主永远是臣的公主。臣若将公主当做普通人对待，那是臣对公主的大不敬。太傅果然是把我当女儿来宠了。苏小姐，不回房间了。佩仪让我们睡一个房间。这于理不合，请苏小姐出去。什么于理不合？阿言，我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。苏小姐衣服遮体坐我床上，简直伤风败俗，不知廉耻。你走不走？让走我走。阿言，苏小姐请自重。阿言，你怎么了？苏心堂，你怎么在这？阿言，这个问题你刚才已经问过我了。滚！你的温文尔雅，你的笑容，只能给司明丽，不能给我吗？我最近是怎么了？我不应该在酒店里吗？怎么现在又出现在家里了？阿言，我不介意你宠司明丽，我只希望你看在苏母两家世交的份上，给我一点体面。滚开！老子不喜欢你这么长。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冷漠？我睡谁都不会睡你。三爷，我已依照您的吩咐，将如窑天青瓷茶具以及各类大夏朝的瓷器摆件都送到浅水湾公寓了。浅水湾公寓？还有您让我去找的古琴绿器，如今在一名收藏家手中，对方开价10亿，
才肯卖给我们。我为什么要把古洞都送到浅水湾公寓去？还花10亿买把古琴，我有病吧？浅水湾公寓钥匙，那这公寓不是空置很多年了？我还记得误会跌倒，相信找到好的逃跑。谁呀？是你，太傅。我长得很像你男人，每次见到我都喊我太傅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我每次醒来记忆都不断片，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也一概不知。但你出现在我公寓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被我养在公寓里的金丝雀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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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头怎么这么烫？公主，臣的母亲在公主的公寓里。穆长言念，臣衣衫不整，皇后公主，臣罪该万死。你何止是衣衫不整？请公主责罚。后世不能杀人，杀人者也会遭到制裁。本宫可不想因为处置了你而遭到牢狱之灾。公主乃千金之品，无需公主亲自动手，臣会另找他人对臣用刑。哟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出去！少爷，你这是干啥子哟？臣在狱前失礼，自请鞭刑啊！请你审抽我20遍。你们年轻人之间的情绪，我老人家是真的不懂了。我先去给大小姐做饭吃啊。叫我大小姐、本公主就已经很离谱了，没想到穆三爷还能做出更离谱的事情。公主，你要去哪？我搬出去。公主要搬出何处？我搬到一个没有你的地方。公主，臣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衣衫不整的从公主的客厅里醒来，但保护公主是臣的职责。还请公主不要搬出浅水湾。那你把公寓的钥匙给我，你不可以擅自闯入。臣遵令。哎，公主这是要去哪？司命力考上了江城最好的大学，我不能错过学堂里的课程。臣这就去安排公主的出行仪仗。不用仪仗，如今的华夏已经没有皇室了，我不需要侍女跟侍卫的东西。你不准回来，不然拿你侍卫。臣遵令。公主慢走。喂，安排几个保镖保护公主。同学们，这个展厅所有展览的器具均来自大夏朝阳公主。朝阳公主啊，可是夏商帝最爱的。真漂亮！大夏朝最精湛的工艺珠宝摆件，全都只属于朝阳公主一个人。就是因为大夏的公主世俗做官民脂民膏，才导致大夏灭亡。大夏的灭亡和朝阳公主有什么关系啊？司明丽，你到底怎么进我们学校？你走后门来的吧？你怎么连大夏的历史都不知道？大夏的历史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。我只是不知道朝阳公主这个不知道。朝阳公主生活生育，大兴土木建设宫殿，导致大夏民不聊生。而且朝阳公主心性放荡，四处抢夺民间美女，还强占了自己的恩师大夏第一美男穆太傅。这都是史官乱写的。我觉得这些事都是真的，不然穆长兴怎么可能会起兵造反，还将夏商帝做成了人质？说什么？造反？司明丽，你到底怎么考上我们江大的？这点历史常识你都不知道吗？承德31年，叛军包围上京，朝阳公主畏罪自枪跳下城楼，穆长青与叛军里应外合捉拿夏商帝。穆长青灭了大夏后，叛军便立他为新帝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依我看，是穆长青在朝阳公主那里受尽了屈辱，所以穆长青只能把这10几年的屈辱全都发泄在夏商帝身上喽。夏商帝被穆长青斩断了4肢，直到半年后，夏商帝才咽了气。穆太傅，你你怎么了？
事吧？姐姐，你把文物打碎了，这要赔多少钱啊？这不是赔钱就能了事的，司明丽怕是要坐牢了。这是近些年的仿品罢了，并不是600年前流传下来的。你打碎了大夏的文物，等着坐牢吧。这间展馆里只有1/3是文物，另外的2/3都是仿品。博物馆怎么可能会拿仿品出来展览呢？连大夏的历史都不了解，你怎么就能确定这展馆里的文物2/3都是假的？司明丽，你不会以为说一声是假的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了吧？暂且先不说这瓷瓶是假的，那我就想问问司明丽，刚刚是你推了我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司明丽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是栽赃陷害。姐姐，你拉我下水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分担责任吧？你放心，我们既然是姐妹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明月，你太善良了。司明丽打碎大夏文物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司明月，你这杯茶真是比雪顶寒翠还绿啊！我找馆长来，哼，你完蛋了。就是这件编号312的连理残肢青瓷瓶。是谁打碎了我馆里的文物？大好，馆长，我求求你别报警。我姐姐她和穆家长房长孙穆庭深有婚约，她可不能坐牢呀。打碎了我馆里的文物，必须赔钱。这件连理残肢青花瓷价值1个亿。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赔啊？你要不你向庭深先借1个亿？你算盘打得挺好啊，这么怂恿我，无非是想让穆家更讨厌我罢了。我这是在帮你想办法。这个瓷瓶根本不值1个亿，这是什么？你当打发乞丐呢？馆长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能断定它就是2年前出厂的仿品呢？见得多了，自然就知道。你当你有火眼金睛啊？你要是这么有本事，怎么能把展品的东西打碎呢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吗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我们还是别为难人小姑娘了。好啊，既然你有意应征展览，那你就跟我说说，在这件展馆里有几件是真品，几件是仿品？这个，还有那个，都是大夏成的那个照，其余的嘛，都是假的。你放屁！行了，闭嘴吧，把嘴里屁了臭，把那2万块钱给我捡起来。馆长，他都在羞辱我们。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这件连理残肢青花瓷啊，正是我当年从瓷器厂花200块钱买回来的。馆长，你在开玩笑吧？在这博物馆都待了2年了，你分不清真假品吗？这顶光线太暗了，这么仔细一看，好像确实是仿品。好炮！你和姑娘道歉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在展厅里毛手毛脚的，真不应该这样。都说了，是司明月推了我，烦死！还我100。我为什么要转你100块啊？你刚刚不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？那我给姐姐转200块吧。既然姐姐要把这件事怪在我头上，那我愿意为姐姐支付全部的赔偿金。可惜我和你的钱一样少。明月，你别难过，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司明丽对你好过分，等回了学校，我们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算了，毕竟明丽是从乡下来的，她不懂事儿。太傅和叛军里应外合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错信他了。这不是太傅送我的生辰礼吗？公主，这个世界上，你是唯一见证过我死亡的人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小妹妹，真是好眼光啊！这美玉胚啊，都是上等的羊脂鳕鱼。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打个折，原价2000，现在只要500。任何家玉胚，不管它怎么看价，都有的赚。
小妹，你好爽快，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？不用。小妹妹，把你手上的凤玉佩让我瞧瞧。终于找到龙凤呈祥的另一半了。原来凤玉佩和龙玉佩是一对啊！我出100万把你的这枚凤玉佩买下来。老头，这枚玉佩它可是从我这里花了500块钱买过去的呀。还迟了一步，但是我愿意出更高的价钱。老爷爷，请问您的龙玉佩是怎么来的？是我的先祖亲自把另一半凤玉佩送给了他亲爱的人。您的先祖是？我的先祖在历史上赫赫有名，他的名字叫穆长青。您是说穆长青把这枚凤玉佩送给了他心爱的女人？你可知穆长青把这枚凤玉佩当作生辰礼物送给了朝阳公主？原来先祖心爱的女人就是朝阳公主。他怎么可能喜欢朝阳公主？也是在那一年，叛军包围上京，朝阳公主殉国。他穆长青成为叛军首领，如果朝阳公主还在的话，那么被做成人质的是他了。史书上记载着过去话，至于穆长青为什么对夏香帝那么残忍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老爷爷，那穆长衍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小儿子。如果你出1000万，我就把这枚凤玉佩卖给你。这里有1000万。1000万？这玉佩上面的血色明显就是后天形成的呀。凤玉佩上的血色一定是朝阳公主用她的鲜血染成的。这枚凤玉佩可是无价之宝啊！老爷爷，谢谢。这枚玉佩是无价之宝，你还卖给他呀？从我知道这枚凤玉佩的意义开始，我就不喜欢它。干什么？这枚凤玉佩是我从垃圾场里面捡回来的，对价值连城的宝贝，我怎么可能让给你们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还给我！哎呀，就差一点，我就完成先祖的遗愿了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是你推的我爷爷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推的他？要是本宫推了他，本宫早跑了。医生哥哥，我刚才都看到了，是明丽她推了爷爷。司明月，你眼睛镶在脸上不用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和明月隔了老远就看到司明丽和这位老爷爷突然争吵起来。是啊，我也看到了。就是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还想跟我狡辩？监控摄像头可不是说话，谁不知道路边的摄像头多半是坏的呀？你不会是想耽误穆爷爷的救治时间吧？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爷爷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把他平坦放在地上。你知道我爷爷什么身份吗？你让他躺地上。你是不想让他呼吸了吧？赶紧把他平坦放地。你干什么？明丽，你这是在趁机报复穆爷爷吗？滚开！别碰我爷爷！我这是在放血救人。放血怎么可能救人？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一点科学常识都不懂。明丽，我看你不是在救人，你这是在害人呢你！别弄了！哎呦！老爷爷清醒了。爷爷。爷爷，我之前上过紧急救治的课程，我来给爷爷做循环按压吧。明月，你疯了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想救爷爷，可是明丽她以爷爷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胸腔是不能接受外力按压的。土包子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。小姑娘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你有病吧？穆长青怎么会有你这种蠢笨如猪的后人？太傅，你为什么每次都叫我？这难道是一种期待去？他不是太傅，太傅的灵魂又从他的身体里消失了。三叔，是他推倒的爷爷，害得爷爷心脏病发作了。穆庭生，你有没有查监控啊？我要是查监控，就代表我不相信明月。穆庭生，你就想治我死罪是吧？
司明月和其他女生都在撒谎。我不允许你在我面前诋毁月。你别仗着自己没有脑子四处恶心人好吗？三叔，这次他伤害了你，你可不能再维护他了。我维护不了。我可不指望你能维护。为什么？我记忆的司明烈总是对我笑，可他的笑容好像不是给我的。你很怕我？你别过来！医生，医生怎么样？医生还在抢救爷爷，爷爷又是有3颗囊肿，一定不会放过。医生，我爷爷什么情况了？我们刚才在给老爷子做治疗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左手食指有外伤，请问是哪位在他发病的时候给他放了血？是他，他推倒爷爷，他抢走我的胸针，伤害了爷爷。我本来想给爷爷做胸外按压的，可却被明丽给阻止了。幸好你当时没给老爷子做胸外按压，这位小妹妹的急救方法倒是正确的。她及时给老爷子放血，才让老爷子的血压恢复了正常。如果你当时真的给老爷子做了胸外按压，他的心脏可能就保不住了。我只是想帮忙，而且我也没有真的给他做呀。三爷，我们调查了老爷子事发第一日监控，情况怎么样？是一名商贩和老爷子起了争执，推倒了老爷子。医生，刚才说老爷子是有罪。我是听明月说的。我是听同学说的，可能是我俩的。你现在去调查责任错博物馆13学会。如果我去调查监控，这证明我不相信司明月，做不得有脑子，你却没有。莫先生，给司明义道歉。我是误会他了，道歉你没必要。司明丽是我的未婚妻，三叔，你对她的维护超过了长辈对小飞的爱慕，却连我话都听不出。没有三叔，我不敢。为什么？三叔，我没有不服您，您是自己家的支柱，是木质公司的掌舵者。给司明义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凭什么连道歉都不明丽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对不起。医生吧。爷爷，没事吧？凤玉佩找回来了吗？龙凤玉佩无法生辉，难道这就是我穆家先祖的宿命吗？既然商贩要抢凤玉佩，必然是想在黑市高价出售。我相信不久后，凤玉佩应该会出现在拍卖行里。阿言呐，一旦发现凤玉佩，不管出多少钱，都要帮我把凤玉佩拍回来。知道了吧？你就安心养病吧。老头子，你吓死我了！我没事儿。我听庭审说，你把老爷给推倒的。妈，你消息去后，怕我生病，会心里有点他为什么在这儿？是他叫爸。我们还得感谢他不成？是该好好感谢他死的。谢我就不必了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来，阿言，下周就是我们跟方爷的要不你陪我去选婚纱？我没空。司小姐，要不你陪我去吧？作为救了穆爷爷的谢礼，顺便给你买件好看的衣服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司小姐买好多漂亮的衣服的。我们走。哎，李丽，你觉得这件婚纱好看吗？穆爷想的只是高级。迟早有一天，牧场也会发现酒店里的那个。从我懂事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要嫁的人就是穆长野。即便那天跟他在酒店里面发生关系了，你不是，那又怎样？我一直都是长野的未婚妻呀。哎，林丽，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换上试试。不是，既然苏小姐无所畏惧，那就是你和穆长野
你就同情我。林丽，你别为难我呀。常言让我给你买几件衣服，要是没把这事给办成，我要怎么补偿你家业？那就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拿上，你们试试。我还从未穿过这样的裙子。咦，真好看。要是被太傅发现我穿的这般暴露，太傅会不会气得吐血3尺啊？真好看。你这脖子下面的痕迹是？蚊子咬的。和阿言上床的女人就是你吧？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你先看看，我再去帮你挑点别的。嗯，好。知道我有点意思。哎，这妹子身材可真好啊！长得不错。怎么，你们有兴趣？这么水灵的妹子，你对她没兴趣？她是我未婚妻，尝过她的滋味了。你们觉得以我的身份跟地位，看得上这种货色？是啊，你看她的身段，这曲线，你看不上？便宜我们兄弟啊！没想到司明丽的身材比明月好啊！我现在就去尝尝我的未婚妻什么滋味。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司明丽进更衣室了。对啊。小沈，你现在休息间坐一会儿，我跟迷丽在更衣室啊，没那么快出来。穆庭山，出去！需要帮忙吗？我来给你脱衣服啊。不让你出去！迷丽，我给你讨好我的机会，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，我们的婚约就作废了。我们的婚约早就作废了。这么不屑我们的婚约，就因为已经傍上三叔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谁在你身上留下的吻痕？你是不是在被正逃了？喂，阿野，你方便来环球商场接我吗？思明他怎么了？林深那个毛头小子有爱冲动，他们俩呀玩得正起劲呢。我在这待着总有些尴尬。我没空。你要是忙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回去了。放开我！别烦。你连跟我争长脸的资格都没有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有危险！思明丽和穆庭山乱来，小公主到底是谁？不能让公主受到任何危险。跑啊！你跑什么呀？啊！你跑什么？来呀！操！在我三叔床有这么练吗？这次要是不把你搞定，我什么脸去见我的兄弟？是。阿野，你何必打扰他们呢？知道你什么意思？你在我面前表现得还可以呢。你误会我了，庭深跟明丽自小就有婚约，他们只是在闹着玩而已。别留下你。
拯救下来时，替公主赎罪。太傅，为什么我的心脏这么疼，像有一只手抓紧了我的心脏？太傅，是我的问题，他们什么意思？我宣布，你们司命先生公主在这学校敢欺辱公主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被你当成宝贝一样，捧在手心里啊！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一路长远跟我这个小辈长远。阿言，别冲动啊你！不管是你还是穆先生，我一个都不会放。微臣保护不周，请公主责罚。穆天生心胸狭窄，你替我解除了我和他的婚约，他肯定会报复你的。到时候我的名誉一定会受损。微臣的名誉在公主的安危面前不值一提。太傅，你对我父皇，你接电话吧。好。喂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公主，臣可能要回。是穆天生在你老夫人那告状了。公主请放心，臣定会处理好这事。穆庭生并非良配，我要尽快给公主选好驸马，给公主找一个可靠的婆家。三爷，有什么事儿？其实您让我找江城所有适婚年龄青年采信的资料，您过目。资料？什么资料？三爷，您不是让我给公主选驸马吗？公主？公主是谁？公主是明玉小姐，三爷您……我喊她公主，她喊我太傅，我们每天都在玩情趣游戏吗？那这些青年才俊的资料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太傅要给公主找驸马，那我算什么？我的女人只有让给别人的道理。阿言，妈，阿言，我听公司里的人说，你现在都成了工作狂人了，拼命的赚钱，还在不断的扩张陆氏版图。占据我身体的人还算有点商业头脑。我给你炖了药膳汤，你快喝点啊！这汤啊，凉了就不好喝了，快趁热喝点。好。喝完了汤，你就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好妈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喂，阿言，你轻一点，别这样，阿言，我好舒服啊。这么晚，是谁来找我？太傅，太傅恪守君子之道，大不可能这么晚还来我的住处。你不是太傅。怎么，你的房门可以对太傅敞开，就不能对我敞开？你怎么知道太傅的存在？这个世界上只道是让两种人都能熟悉其中的。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下我们这些问题。公主，太傅有长辈。林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不小心按到手机了。你没有生我的气吧？林丽，你怎么了？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阿言他去洗澡了，他说最喜欢和我做。苏小姐，你说刚才是指什么时候？就5分钟之前呀。阿言在床上对我特别温柔，他对你也是这样吗？回答他，我在床上是怎么对你的？别出声。喜欢和我偷情是吗？土包子估计已经被我气昏过去了。林丽，
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阿言洗完澡要出来了，可能还要跟我再来一次。司玉堂，你要跟谁再来一次？阿言，你和司明丽在一起？半个小时前我就不在那家，你刚跟哪个男人在床上？没有，我没有和哪个男人在上床。阿言，你误会我了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妈给我炖的那碗汤不错，你替我好好感谢下我妈的那番苦心。心疼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言呢？阿言喝了您炖的药膳汤之后就离开穆家了。我不知道他出去了呀。他去找司明丽了。什么？阿言被那个乡下丫头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阿言没有解除苏母两家之间的婚约，说明他还是愿意娶我的。我看他对司明丽只是图一时新鲜。司明丽不是庭生的未婚妻吗？阿言作为长辈，怎么能和司明丽扯上男女关系呢？这会毁了他的名声的呀！天怡，你别着急，我有办法的。公主，该起床了。父，昨晚是你强迫本宫的，但念在你是无意为之，本宫可以免你一死。哦，原来只有我跟你睡过，太傅没有跟你睡过。你没有变回去，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本宫杀了你这个登徒子！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在我死之前，我一定要把你玩够才行。无耻！对了，要是你把我杀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你太傅了。那个男友有什么好的？你知不知道他在给你找相亲对象？什么相亲对象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三爷呢？三爷呢？三爷，三爷呢？三爷，给我出去！三爷，昨天晚上天雷碰地火，还满意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看你跟明丽的关系都已经……还有，你替明丽解除了跟庭生少爷的婚事，你还这么爱她，你们俩的婚事是不是？我是何家人。你说什么话？不会说话别说话啊！三爷，本宫的婚事何时轮到你们做主了？姐姐，我们怎么忍心看着你没名没分的跟着穆三爷呢？本宫自小被你们扔在乡下，吃着百家饭长大，你们可曾有一日尽过做父母的职责？我离开思家起，我就与你们恩断义绝。我司明丽跟你们没有分毫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在我面前大声？三爷，我这教育自家闺女，说是不是？你动手之前，最好动动自己的脑，你能不能成得起？姐姐，你看三爷这么护着你，干嘛不和他结婚呀？那你跟穆庭生早就搅和在一起了，你怎么没去穆家闹啊？让他娶你啊！我和庭生哥哥之间清清白白，说瞎话都不会脸红哦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你怎么能诋毁我和庭生哥哥之间纯洁的友情呢？你能不能别咯咯咯咯的叫？你是母鸡吗？你三爷，丢出去！施先生，你想自己走出去，还是我让人给你抬出去？司明丽，你流着我们司家的血，除非你把血都风干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别！哎，我碰瓷儿！我跟你说，别动！哎，轻点！我老年人，太过分了！明丽怎么能这样对爸妈？你太过分了！我今天我就坐在这儿，我让这大家伙儿都看看你苏明丽是怎么对他亲生父母的。哎呀，我太惨了！这是在干什么呀？
哎呀，赵姐姐呀，我大闺女啊，她傍上了穆家三爷，那就不要心疼父母了呀。她的，哎呀，你女儿是谁呀？怎么这么过分？我跟你说，施先生，我这三爷说了，你们施家如果不想在江城继续待下去的话，你可以尽情嚷嚷。施明月是你宝贝女儿，你也三爷生气，考虑过你宝贝女儿的未来会被毁掉吗？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当初咱就不应该来。那现在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穆三爷要想弄死我，那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吗？爸，我是从苏大小姐那边得到消息的，是她让我这么做的。苏大小姐，她和穆三爷有婚约，我看这个事情就是她故意放出消息让我们上当。我们这么一闹，要是影响了穆三爷对明丽的感情，那就不好了。这样，咱们改天呢和明丽道个歉。我觉得呀，凭着她对我们的情感，应该会选择原谅我们的啊！我们可不能损失穆家这个大靠山，明白了吗？爸，司明丽只能做三爷的情人，而我有很大可能成为庭生的妻子。穆庭生要真的喜欢你，他早就想办法娶你进门了。明月和穆庭生的婚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你不能再和穆庭生有任何绯闻了。妈还指望着你嫁入其他豪门呢。爸，我非庭生不嫁。穆庭生，你要是嫁给穆庭生，所有人都觉得是你抢走了明丽的婚事。走，咱们走。只要司明丽犯下大错，身败名裂，那么被口诛笔伐的就是他司明丽。而我和庭生的婚事将会得到全江城人的祝福。他们可算是走了。你就没有想过跟我结婚吗？说是与你成亲，等太傅日后清醒过来，他该如何处置？你就是因为别的男人想东西。我们并不合适，不管是你还是太傅，我都不想跟你们牵扯太深。若太傅灭了大夏是事实，本宫今后该如何面对他？你去给我准备早点。什么？我要一份全麦三明治，1杯咖啡加糖，1个溏心蛋。你让本宫给你做早餐？这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？本宫从未这么出马。早餐你平常吃吗？平时都是太傅给我做饭，就是你。太傅，我给你做饭，你在做梦吗？这是太傅给我做饭的样子。我这么大从未进过厨房，你让我给你做饭？哎，你干嘛？太傅，怎么把太傅照片给删了？这种有损我形象的照片就不该存在。我放了太傅。不准在我的面前提别的男人的名字。明丽，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你来陈家公园买风玉佩没我怎么行？而且我答应我把风玉佩找来。那请你离本宫远一点。哎，别！这枚凤玉佩是我从一个商贩的手里花了5000万买来的，而且我还答应他为这枚凤玉佩开一场拍卖会，无论这枚凤玉佩以什么价格成交，最后我都会给那名商贩。穆三爷，今天你找到我，想要私下成交这笔凤玉佩，那你至少要给我5个亿。5亿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呗？没有5亿，一切免谈。我就喜欢陈老板这种爽快的人，除了5亿，你还想？我还要江城新南项目的开发权。陈老板不会以为手握凤玉佩就等于捏住对不对？我怕你有命拿没命花。那穆老爷子只能痛失所爱，也许他到死了也看不到这个龙凤玉佩合为一体。陈老板，我的人情牌可以帮我，我劝你慎重。
和我动用武力，只会损了你们穆家的名声。陈老板，我很好奇，你家客厅为什么不挂一幅完整的书盘作品？你以为我不画完整的字帖，是因为我不想？这是世间唯一留存的大夏王国公主的习作。虽然这是一幅残帖，但这上面所写是大夏皇室独有的山岳文。山岳文在大夏亡国后就失传了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破译赵阳公主在这份习作上所写的内容。您可以给我看看，请听。你干什么？你会山岳文？哎，我还没看清你写的山岳文，一个字。我哪有这么多现金啊？苏小姐，你真的会写山岳文？你写的字，赵阳公主字帖上的字一模一样。苏小姐，你是大夏学者，你研究山岳文多少年了？我6岁开始便学习大夏皇室的山岳文。是谁教你写山岳文？我的父亲。孩子不在，现在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。思过中不是还活着吗？小公主可真有意思。司小姐，你要是能帮我补齐这份字帖，并且教我破译山岳文，这枚玉佩我就送给你。我可以教你，但是你要将所学公之于众，不得用于无礼。你知道我把这份字帖补齐以后，并且大量的印刷仿版，你赚多少钱？印刷仿版的钱，我可以给你不60。那您可幼稚，您将破译后的山岳文公之于众，您将震惊中外，还会名垂青史。陈老板，一枚凤玉佩换一个流芳百世的机会，您觉得值不值？你说的对，我已经够有钱的了，名和利才是更重要的。这枚凤玉佩是你的。小姐，苏家千金苏新堂来了，她想要见您一面。苏小姐，她来找我，应该就是为了这枚凤玉佩的。你去告诉苏小姐，那枚凤玉佩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，让她回去吧。陈老板，我希望你3年之后的拍卖会照常，并邀请苏小姐。穆三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希望所有算账都在。苏小姐，3天后陈远会举办一场拍卖会，这是拍卖邀请函。我家老板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如果你在拍卖会上表现得足够出色，你会拍得你想要的东西。好的，告诉陈老板，我会去的。如果我能把那枚凤玉佩买到手，我就能拉拢穆老爷子的心了。喂，阿言，3天后凤玉佩就会出现在陈园的拍卖会上，这是穆叔叔一直想要找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阿言，你要是忙的话，就由我来去拍一下这个凤玉佩吧。那你需要我的支持吗？不用啦，我想把凤玉佩送给穆叔叔，作为他70大寿的礼物送给他。好。医生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我也好喜欢呀。只要你喜欢，我都买给你。医生，你对我真好。阿野，你也是为了凤玉佩而来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要把凤玉佩送给我爸做生日礼物吗？这次凤玉佩我不会跟你抢。谢谢你这么体谅我。那明丽姐又是为哪件拍品而来的？为陈先生收藏20多年的焦尾琴。姐姐会弹古琴？略懂皮毛。如果姐姐拍得古琴，想听姐姐弹一首曲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本宫从不对牛弹琴。庭生，你看，姐姐就爱欺负我。没难过，待会拍卖会，怎么给看人送的？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珍品是永恒之星，200万起拍，请开始叫价。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700万，900万，1000万。拍品成交价1000万，恭喜穆庭生少爷！我把拍下来的所有拍品全送给你。哇，庭生，你对我太好了！接下来的拍品是元青花瓷瓶，鬼谷子下山，起拍价500万，请叫价。陈家的佣人说，只要我在拍卖会上好好表现，
就有机会拿下凤玉佩。3000万一次，3000万2次，3000万3次，恭喜舒心堂小姐。接下来的拍品是24克拉红宝石钻戒，2000万。恭喜舒心堂小姐，恭喜舒心堂小姐，恭喜舒心堂小姐。哇，心堂姐，你买了好多东西啊！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应该有资格参加凤玉佩的竞拍了。接下来的拍品是拥有1200年历史的交尾古琴。你喜欢这件古琴？我从陈老板那儿赚了不少钱，这把琴我可以自己买下。你不会以为我要买下送给你吧？做梦！本宫才不指望你会送我。如果是太傅，也会一掷千金，只为博你一笑吗？本宫的琴技是太傅教的，如果太傅将琴献于本宫，那定是他觉得唯有本宫才配得上交尾琴。这件交尾琴并不参与今天的拍卖。我的雇主陈老板说了，谁能在今天演奏最动听的乐曲，谁获得的掌声越大，就能直接把这把交尾琴带走。我会弹古筝，筝和琴应该差不多吧？琴为7弦，筝有21弦，两者的指法完全不同。很期待姐姐能拿到这把交尾琴哦。让我来献丑一曲吧。这不是苏氏大小姐苏心堂吗？苏心堂可是我们江城第1名媛，不仅学识渊博，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。看来这把交尾古琴非她莫属了。苏小姐的演奏非常专业，苏小姐人还长得漂亮，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。苏小姐，你的古琴考了几级啊？什么？难道你没考过证书吗？我没有证书。如果是他上去的话，那岂不是丢人现眼？看来你确实只会皮毛而已。我这点皮毛对付你足够了。这人谁呀？在苏小姐面前。她好像是苏家的大小姐，之前一直生活在乡下，这几年才被接回城里养。一个土包子要给我们表演古琴，真是贻笑大方。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小心点，别把珍贵的交尾琴给弄坏了。喂，我劝你赶紧下来吧。本宫的琴技是太傅教的。该死，除了这个你还能给他带什么？陈远私自作对公主，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。在这个世上，现在能保护她的只有我。阿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刚刚突然想起一个讨厌鬼。你觉得你也看得怎么样？闭嘴，好好听他弹琴。没有人给明玉鼓掌，等你输给新堂姐，输的简直是一败涂地。庭生，现在我来宣布，交尾古琴的获得者是苏大小姐的演奏真是让人很不震耳。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绕梁3日不绝于耳了。如果说苏小姐的演奏是专业水平，那司小姐的就是殿堂级水准。我要将这把交尾古琴赠予司明丽小姐。你这人明明是我，听到刚才大家的掌声了吗？在你弹奏完之后，大家给你的掌声这么响亮，这么持久吗？司大小姐，你为什么骗我？本宫何时骗过你？你的古琴技艺这么好，却骗我没有考过等级证书。本宫确实没有考过什么证书，但苏小姐，与其与本宫在这里纠结此事，不如多花点时间好好精湛一下琴技。
交尾古琴本就不是我的目标，接下来这件拍品，凤玉佩，我志在必得。我要向各位宾客展示的是一枚羊脂玉玉佩。这枚小玉佩做工精致，又是上好的羊脂玉，最多也就值个100来万的样子。这羊脂血玉确实是好东西，只不过这块玉佩克数太小了，500万顶天了吧？这枚玉佩曾被大夏王国公主佩戴上。叛军临城那日，赵阳公主跳下船舱，以身殉国，她的鲜血进入到这枚玉佩的裂缝中。所以说，这枚玉佩是世上唯一，它的裂缝中住着600个精，大夏最后一位公主的鲜血。关于这枚玉佩，我还知道另外一个故事。这枚凤玉佩和龙玉佩本是一对，而龙玉佩是穆家的传家宝。多年来，穆家一直在寻找另一半的下落。穆叔叔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将龙凤玉佩合而为一。如今，我想要完成穆叔叔的愿望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我都要拍下这枚凤玉佩，作为给穆叔叔70大寿的贺礼。苏小姐真的说，苏小姐已经有一家3份的陪伴。姐姐，你看。新堂姐才是最有资格买下这块凤玉佩的人，我看你呀，还是别和她争了。我最讨厌有人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这枚玉佩我要定了。至于苏小姐，今天拍下了我的很多收藏品，她是这场拍卖会最大的客人，所以这枚凤玉佩拍卖的初始价格由苏小姐来决定，每次加价的价格也由苏小姐来决定。这次拍卖我们玩的刺激一点。所有竞拍者在出价后必须立即支付竞拍金额，最终获得凤玉佩的竞拍者也将赢走其他竞拍者所支付的所有费用。这种竞拍就会出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局面吗？明丽姐，这种竞拍你敢玩吗？本宫怎么不敢？苏家可是仅次于穆家的家族，你有多少资金能和苏大小姐抗衡？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，给本宫好好看清楚。你不会向我三叔借钱了吧？我答应过司亲，本次竞拍我是不会参与的。阿衍，谢谢你这么宠我。竞拍开始，请舒心堂小姐先出价。1亿。明丽姐，你输了。我们再玩的刺激点，每次加价的金额也是1亿。1亿起拍，一次加价也要1个亿。放眼整个江城，敢跟苏小姐这么玩的，可没几个人吧？2亿。苏明丽小姐出价2亿。你怎么可能有2亿？非常抱歉，您这张余额不足。姐姐，就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拿错了。姐姐，我都替你感觉丢人。要是这张卡又支付失败，你就找个地方钻进去吧。支付成功。姐，你哪来的2亿？自己赚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哪有本事赚那么多钱？不要拿你的智商来衡量我。司小姐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出3亿。新彤姐，要是你的3亿被司明丽给赚了，绝不可能。4亿。苏小姐还要继续往上加价吗？是我低估了你，把我刚刚买的那些拍品全都抵押给银行，折扣太大也没关系，只要能补齐1亿就行。司小姐，我想知道你突然变成亿万富翁，这些钱是从哪来的？我的钱嘛，自然是向银行借的。司小姐可知道还不上银行的后果？那就不是苏小姐要操心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做抵押，能让银行借你这么多钱。但是今天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我2人之间的差距，哪怕你再奋斗100年，也不过是我苏家脚边的蝼蚁。我出10亿。10亿啊！这应该是苏小姐能拿出的最大资金了吧？苏大小姐还真是好孝心，愿意拿10亿给穆老爷子送一份祝福。姐姐也太不自量力了，她怎么敢和新堂姐比才艺？支付成功。你我2人之间的较量就此结束了。蔡老板，我以10亿买下你手中的凤玉佩，请给我吧。司明丽小姐还没出价呢，她怎么可能出得起比10亿更高的价格？谁说我出不起？11亿。大凯成功。好，我愿赌服输。
司小姐，虽然你赢了我10亿，但是这1亿于你而言也是天文数字。这样吧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可以给你提供月薪1万的工作，甚至还可以让银行宽限你还钱的时间。苏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司大小姐她现在已经有工作了。她？以她的学历，她怎么可能找到比我这个更好的工作？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合伙人了。你说她的这个工作会比你的更差吗？你什么时候放宽合伙人的权限了？我们苏家10几年来一直想跟你合作，可是你都爱答不理。这司明丽她何德何能？如今你们苏家已经顾不起司大小姐，以司大小姐的能力和才华，3年内她的财富就可以与你们苏家比肩。老板，你是被司明丽洗脑了吗？苏小姐，我劝你不要坐井观天，更不要被嫉妒蒙了眼。既然苏小姐赢了这次拍卖，那我就将你支付的11亿全额奉还，作为你成为我合伙人的见面礼。陈老板，你可真会借花献佛啊！这11亿里有10亿都是苏小姐。陈老板，你举办的是拍卖会，不是慈善晚宴。司明他买了凤玉佩，怎么可能不给你钱？我给你的邀请函上没看清吗？一切解释权归本人所有。也就是说，我白白损失了10亿。不只是你刚刚还买了个东西。苏小姐，愿赌服输。新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属于本宫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走。好了，别闹了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，和大街上那些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甘心，我为了讨好莫叔叔费尽心思，现在却白白给司明丽做了嫁衣，10亿呀！10亿，一场拍卖会白谈了我10亿！你的嫁衣今天早上就送到家里来了，下个月你就要和莫三爷结婚了，你好好想想，究竟谁给谁做嫁衣？对，妈，等我成为穆家3夫人，我要让司明丽吞下去的10亿全给我掏出来！等你和莫三爷结了婚，我们有的是办法夺回那10亿。可是，妈，下周就是穆叔叔的生日了，我连想想的礼物都拿不出手。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这是莫老爷子最喜欢的大夏王国公主的3月体真迹。都听说了没有？苏大小姐可是输给司明丽那个土包子10个亿，现在全城都在传苏大小姐的英勇事迹。我听说司明丽可不得了了，不知怎的入了陈老板的眼，成为了陈老板唯一的合伙人，跟着陈老板赚得盆满钵满的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佩仪啊，你真的打算让3爷娶新堂？他可是在拍卖会上输了10个亿，10个亿罢了，这对苏家而言，你不过是个塞牙缝的钱。哎，新堂，来，坐我身边来。苏新堂还没有正式进门，你让他坐在你身旁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合适？穆叔叔，这是我送你的大夏公主的真迹8仙祝寿诗。你是怎么得到朝阳公主真迹的？从去年开始啊，我就发动不下来，从全世界各地去搜寻这8仙祝寿诗。穆叔叔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，我太喜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爷爷，明丽她好像也有一件书法作品要送给您的，对吧？明丽，拿出来给大家一起看看呀。穆爷爷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贺礼。来，爷爷。私家大小姐和苏大小姐送的寿礼，怎么好像都是出自朝阳公主之手呀？姐姐，你送给爷爷的这件，不会也是朝阳公主的真迹吧？朝阳公主的字迹就那么容易得到吗？这2幅作品当中，必然有一个是假的。姐姐，
你怎么能拿假的书法来糊弄穆爷爷呀？你为什么会怀疑我，而不是怀疑苏心堂啊？心堂姐姐可是我们江城第1名女员，今后呀还会是穆家的穆三夫人，她怎么可能拿假货来给穆爷爷祝寿呢？我手中的这件书法是带证书的，几十年来每一个经手它的设计师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国内知名的鉴定师也都确认过，这就是朝阳公主的真迹。那是他们都看走眼。姐姐，你这是狡辩不成，还要污蔑别人的名声呀！你可不能这样。司明丽呀，你带着假话来给老爷子祝寿，我看你是诚心来给我们穆家抹黑的吧？来人呐，把司明丽给我赶出去！慢着，太傅，妈，你不该动怒。你说什么呢？心堂才是你的未婚妻，司明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从未承认过苏心堂是我的未婚妻，穆苏两家联姻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阿爷，你别责怪佩仪，迁怒我就好了。好啊，既然你和司明丽之间出现了真假之争，那我们就请最专业的鉴定机构再鉴定一次，到时候谁真谁假，就一目了然。我不怕做鉴定，司大小姐，你敢吗？当然了。很好，我这就联系鉴定机构。除了鉴定机构，我还想邀请一个人来鉴定，最懂大厦历史，还钟爱朝阳公主墓宝，非陈老板。他今天也来到了你的右边。好，快请陈老板帮我看看这2幅书法的真假。你们在老爷的寿宴上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你们之中如果送假货的人必须道歉。如果我的这幅作品是假的，我会离开穆家，并向各位鞠躬致歉。心堂，我相信你的，绝不会是假的。等鉴定师和陈老板来了，公布结果，你就立刻给我滚出穆家。我听说你们这有朝阳公主的真迹，快给我看看。陈老板，你快来看看我手中的这幅作品。我们是江城博物馆的鉴定师，你们快去看看司明丽送的那幅作品是不是假的？老夫人，这上面用的是新墨，墨迹还未完全干透。这幅作品应该是昨天写的。糗出的未免也太大了吧！拿假货来糊弄人，还拿昨天写的书法来当朝阳公主的真迹。姐姐，你快带着你的假货赶紧走吧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司大小姐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她不太懂事，大家别太为难她。佩仪，你将心看着她。心堂给你留了脸面，我看呐，你还是自行离开，别给脸不要脸了。这被鉴定出是假货的人是要离开寿宴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们穆家怎么能容忍送假货的人在寿宴上胡闹呢？那我看苏大小姐要离开穆家寿宴了。陈老板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的这幅字，之前这2位鉴定师就已经鉴定过了，这就是朝阳公主的真迹。他们见过的真迹没我多。你的这幅字，虽然纸和墨都是大夏时期的没错，但这人仿得了朝阳公主字体的形态，却仿不了朝阳公主的风骨。陈老板，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吧？陈老板说这幅字是假的，那肯定就是假的。之前我们鉴定的时候没有100%的把握，朝阳公主的真迹留下来的很少，而且90%的都在陈老板那里。陈老板才是最懂朝阳公主真迹的人。那就是说，心堂姐和明丽姐送的贺礼都是假的？我的可不是假的。这幅字是你昨天早上写的吧？司明丽，你还在狡辩？我可从来都没有说过我送给穆爷爷的画是朝阳公主的真迹啊，这可是我昨天亲自为穆爷爷写的，回来真假一些。你说这字是你昨天写的？你快写的这个字给我看看。你写的这个字和朝阳公主的字一模一样啊！快让我看看。这要不是新的墨，我都以为就是朝阳公主的真迹呢。明丽，这是你亲笔写的？
祝穆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哈哈，这可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。姐姐，你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你的字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我手机里面有姐姐高中时候写的作文，她的字呀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曲面一样。姐姐，我拆穿你是为了让你下不来，我是看不下去，欺瞒穆爷爷。陈老板，你觉得现代人学古代人的字迹，学到惟妙惟肖的程度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听说当今书法界能把朝阳公主的字学得最像的，也就是许芳女士。不过她也是在50岁的时候，才把朝阳公主的字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人家50岁了才学有所成，你连大学都没毕业，竟敢在这胡说八道！姨，您别生气，我就看不惯他满嘴的谎言。我们穆家不欢迎这样的人。既然司梅丽说这幅字是她写的，那就让她现场再给我们写一幅，给我们所有人都看看吧。司明丽，你敢不敢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模仿一下朝阳公主的字迹？如果你写不出来，现在立刻马上你就给我滚出穆家！好，我写。准备笔墨纸砚吧。心若游龙，宛若偏红。我从来没见过谁把朝阳公主的字学得这么像。太好了，明丽，你把这幅字儿也送给我吧。穆老爷子，您已经有一幅明丽送给您的八仙祝寿诗了，这幅字要不您就让给我吧。不行，这字儿是我的。好了好了，穆奶奶，字我已经写了，这下你该为刚才对我的无礼跟我道歉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长辈，我怎么能给你道歉呢？阿佩，你不该对明丽存有偏见，你应该向她道歉。老爷，阿爷，你看看，你是怎么对你妈？妈，你这副模样实在苏大小姐，我向你道歉。苏小姐，还记得刚才你说了什么吗？新堂是我们穆家未过门的儿媳妇儿，怎么让她走的道理呢？是她刚才自己说的呀，会向我们鞠躬道歉，您不是也同意了吗？还是说你们俩刚才一唱一和的，是在针对我呀？不走就是。哎，还没跟我们道歉呢。你就不要针对新堂了。妈，如果你再偏护孙女，现在就走。可这也是我的好儿子。新堂，咱们走。今天我所受的屈辱，我一定会从你身上10倍、100倍的讨回来。咱们走。穆爷爷，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第2件生辰礼物。明丽啊，这可是你花11个亿拍下来的，这枚凤玉佩应该属于你的。穆爷爷，既然他已经卖给您了，您就是他的主人。爸，你就收下吧，也是人家一片孝心。在收下这枚凤玉佩之前，先让你看看我们穆家珍藏多年的龙玉佩，600年了，终于能合二为一了。公主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公主，穆太公，你。阿言、明丽，你们怎么了？大夫，四小姐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
陆小姐怀孕了，在脚上面有低血糖，导致在餐厅包厢里晕倒了。怀孕了？4小姐有1个月左右的身孕。真的怀孕？太傅，也就是穆长野，他知道这件事。3爷爷昏迷了，暂时还没醒来。我去看看他。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穆长野。这4小姐的隐私，我自然会尊重4小姐的决定。站住！见见穆长野。4小姐，你都已经醒了，那就请回吧。我们穆家今天晚上就不留客人了。让我看看穆长野。新堂在里边照顾阿言呢。4小姐，你不会这么不识趣吧？阿言，我要杀了你！敢伤害公主，这都得死！阿言，太傅，冷静一点。公主，臣没保护好公主，臣罪该万死。我没事啊，别每天寻死觅活的。我杀了夏商帝，我和起义军一起灭了大夏。当我在后世醒来的时候，我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。公主与我之间有血海深仇。你还好吗？即便公主现在还不知道她殉国后的历史，但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微臣失忆，无颜面对公主。公主请回吧。医生说我们俩同时晕倒了。你在风云派里看到什么了吗？微臣什么都没看到。医生说我晕倒是因为……公主，这里有苏小姐照顾我就够了，快回去吧，这与理不合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说，下个月你就要和苏小姐结婚了。努力。我和阿言的婚约早在10几年前就定下了。公主，我是真心想娶苏小姐为妻。不知道，还不快滚！穆家根本不是你能高攀的。从今我将他们家办。阿言，4小姐，你的孩子很健康。确定要进行流产手术吗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胚芽，4小姐极有可能怀的是双胞胎。我再考虑一下。姐，你怎么不该不产了？考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还给我！新堂姐，怀孕了，孕6周。这是关你什么事？阿言呢？是不是？你怎么骗我？篡改了 DNA？ 对啊，我是篡改了 DNA， 但是你有胆子承认你跟阿言是用的。现在你敢告诉阿言用了吗？你猜常言要是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他要怎么对你？他肯定会把你按在手术台上。把这个不该存在的野种打掉！别碰我！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。新堂姐，你不会是要我买凶杀人吧？我要他一尸两命，这可是犯法的呀！你不是想嫁给陆庭深吗？你跟了他这么多年，来医院不就是想保护这个孩子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能发生他的孩子？你看人家宁丽刚来江城不久，肚子就大了些。我一定不会让司明丽踩在我头上的。我打电话消息。我终于知道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从我身体里滚出去？我无颜面对公主。如果我当年抓住她，她就不会死，
是我害得她家破人亡。我们能够相见，那是因为你的意志已经变得很薄弱了。安息吧，太傅，请替我好好照顾公主。我不是公主的太傅，我是公主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我跟司明丽之间发生的事儿吗？三爷刚才是在和谁说话？我们对苏小姐的 DNA 进行了第二次检测，检测结果表明她在第一次检测结果上是冒险。我们盘问了检测机构的人，他们成交了。三爷，那结婚项目是不是要暂停？不用，我要给苏家送一份大礼。你说什么？当初我就不该同意爸妈把你从乡下接来。如果你死在乡下，我就能彻底取代你，成为顶身的未婚妻了。不要！父亲答应，只要你和你父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会出手促成我和庭深的婚事。你会索性当做这一切，只会成为他的替死鬼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姐姐。你就这么期盼太傅来救你？我就是没有期盼过你会来救我。我就不该管。公主殿下，你自求多福。救孟公，他帮我送房。求我，求我，求我！本宫从未求过任何人，不是太傅，绝不会这样。公主殿下，我真的走了，真的没有人可以救你。莫正言，我求求你！如果陆长言也死在这里，那穆家是不是就能属于庭深的了？我若成为穆家的主母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陆长言，快走，快走！司明月，听说你有凝血障碍，三爷，求你救救我，送我去医院！姐姐，救救我！想放火烧死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自己会受伤？司明丽，你别走，只有你能救我！先好自为之了。放下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反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我不可以，太傅。啊！我有了。你有了？受伤了。三爷，我在给您伤的伤口进行缝合之前，需要先给您打一针麻药。不用打了，直接缝吧。那怎么行？必须上麻药。那你亲我一口，我去上麻药。臭流氓！你亲我一口就打。四小姐，您就满足一下三爷的要求吧。你还真亲啊？那不然呢？医生，赶紧上麻药。四小姐，三爷身上的伤口已经缝合好了，他需要静养，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。我会照顾好他。哎呦，好痛！三爷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穆家？我干嘛要回穆家？当然是留在这里让你照顾我。休得对本公主不敬的。不是，你看，
我是为了你受伤的，你照顾一下我，不是很正常？也是，是吧？那你想吃什么？公主要下厨？本公主可从没下过厨，但我可以给你点外卖。我现在想洗澡了，要不公主先伺候我洗澡吧。乱的，应该是外卖到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说我们来干什么？你这个丧门星，我今天和你拼了！司明烈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可是你妈妈！妈妈，你们把我扔在乡下那么多年，何时把我当娘看？明月的脸毁容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他的真姓张景薇。这个事儿真是你干的！你果然是天下孤星，明月被你害得这么惨，你说你怎么不偿命？你们要想替司明月讨个说法，那就去报警啊！我们早就想报警了，是明月顾及你姐妹之情，不想让我们报警。姐妹情深，我和司明月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情绪可言。你们要是不想报警，我替你们报啊！不想听你在这颠倒是非，这个警我报。喂，警察局吗？啊，对，我是司明丽爸妈，司明月脸部烧伤那个事件。对，我是司明丽帮的。不是，你确定吗？警察说让我们去警察局接受调查。你就给我等着坐牢吧！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命，还来得及。我不是名义放的。什么？我是名义放的？只怕你们这次去警察局只和我共玩反了。再见了，司明烈。明烈，你怎么乱动我的东西？它就夹在沙发里，我怎么不能看？给我！公主殿下，你打算把这事瞒到什么时候？还是说，你根本不打算把这事告诉我？我会自己养孩子，不用你来操心。你自己养孩子，你是打算屈服留子？你的要跟苏心堂结婚了，你和我孩子又有什么关系？想跟苏心堂结婚的不是我，是你的太傅。太傅，他是被苏心堂蒙骗的。你就偏心你的太傅，但我告诉你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你把太傅怎么了？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他不想再见你了。他为什么不愿意再见到我？你的太傅就是个懦夫。不许你说太傅坏话！我不想在你嘴里再听到别的男人的名字。你这么爱他，为什么不在他醒的时候出现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公主。我犯下那么多伤害公主的滔天大罪，我应当制裁于公主面前。还有你三番四次欺辱公主，还让她有了身孕。因为我爱她，放肆你为她弑昏君灭大夏，不惜做乱臣贼子，你却连爱这个词都不敢对她说出。公主她不会接受我的爱情。她已经知道了大夏是被你灭的，她知道的比你还多。小雨，别闹了。佩仪，心堂，阿姨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先出去吧。阿燕她不见了。什么？那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
阿言他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哎呀，我一大早的佣人就来告诉我，阿言他不见了。我派了好多人到处找他，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新堂啊，要不你和阿言的婚礼向后延期吧？啊，不能延期，我好不容易盼了个婚礼，怎么能延期？我离嫁进穆家只有一步之遥了，此时此刻怎么能退缩？佩仪，你去阿衍的浅水湾公寓找过他吗？我都派人去浅水湾公寓找过了，可是没有阿衍的一点影子啊！哦，对了，那个司明丽，她也不见了，她会不会和阿衍一起私奔了呀？佩仪，宴会厅里的宾客都到齐了吧？即便阿衍不在，我也要把这场婚礼给办下去。锦堂，我真是难为你了。佩仪，没关系的，只要我跟阿衍结了婚，他最终都会回到我身边的。牧场眼让我来这儿，究竟是搞什么名堂？这都几点了，婚礼仪式怎么还没开始？你不是说司明丽也不见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她怎么不在？无所谓了，让司明丽亲眼见证我们的婚礼，这也不错。各位来宾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常远临时有事，今日就我一人来完成我与常远的婚礼。各位来宾，让我们欢迎新娘到场。请问哪位是苏金堂小姐？我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苏小姐，认识施明月吗？真是。施明月举报你指使他谋杀施明丽。我根本没有跟司明月说过这些。我们已经掌握确切证据。另外，你涉嫌贿赂检察公司，让工作人员出具假报告来蒙骗穆三爷。苏氏公司涉嫌违法多项犯罪活动，而且这些活动都由你来主导。我没有，我是清白的。佩仪，你快救我！我要是被他们带走，我整个家族的小饼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放心，没有你，这场婚礼依然可以照常进行。是你向警察举报的我。你我共事多年，你应该很了解我的脾气。谁敢在背后暗算我，我必让他百倍奉还。亲手毁了自己的婚礼。那倒未必。Tongueless tonight, lady, your love will shine. 司明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公主可愿与臣成婚？太父，臣爱慕公主多年。老公，愿意。那今晚公主打算找谁侍寝？